2005年前后，各国涌现出一批题材新颖、内容有趣的网络漫画，这当中有韩国赵石在06年画的《心里的声音》，日本人万09年画的《一拳超人》都是响当当的名作。而在英文的网络上，当时也有周六早麦片和 XKCD 这些兼具趣味和深度的作品。但在同时代的英文网漫中，有一部的商业成绩尤其出色，它出了10几出桌游和电子游戏，同名动画系列更是粉丝千万，闻名遐迩。这是一部有毒的作品，它画风清奇，毫无人性，却又脑洞奇大，让人欲罢不能。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动画，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作品背后有一段跌宕起伏、兄弟反目的创业大戏。大家好，我是月八哥，今天要讲的是 Cyanide and Happiness， 也就是情话欢乐秀的起源故事。从没有人讲过这个题材，喜欢记得给个赞哦。情话秀最初有4个创始人，出身休斯顿的团队领袖 Rob Dan Blaker， 加州的 Matt Melvin， 北爱尔兰的 Dave McElfretrick， 还有住在科罗拉多最有才气的 Chris Wilson。Rob Dan Blaker 这个人执行力特别的强，在2000年的前后，14、15岁的他就在网上成名了。他当时制作了大量的火柴人 Flash， 其中呢 Joe Zombie 这个系列尤其成功，点击破100万。Rob 一直以来的愿望都是成为专业的动画师。非常好玩的是，20年之后，他功成名就，却还在制作火柴人的动画。When I was a kid, I wanted to be a cartoonist, but at the time, I didn't know that I would be doing what I'm doing now because that job didn't exist yet. Like there was no internet, there was no Facebook, there was nothing like that. 在2001年 ，Rob 创办了一家叫火柴人自爆的网站。他请来自己多年的网友 Matt Melvin 帮他做网站的设计和管理。Dave McElfretrick 此时在爱尔兰有个类似的网站，两家后来就合并成一家。而情话秀最后的成员 Chris Wilson 则是论坛上的一个活跃用户。Chris 会把他画的火柴人漫画发上论坛，论坛这些管理员们看到漫画以后就被 Chris 过人的幽默感所折服，并且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他们邀请 Chris 入伙，并以他的漫画为基础，4人一起创造一套网漫，这也就是《情话物语欢乐》的起源。Chris Wilson. Rob D. David Fonzo. I was just sick one day, and I just started drawing a bunch of little comics to entertain myself, really. And then Rob caught a hold of them, and he started doing some. 2005年的1月26日 ，Chris Wilson 上传了第一条漫画《苹果酱》。第二天 ，Rob 上传了他的处女作《骗你的》。之后的日子里呢 ，Matt 和 Dave 也陆续上传了他们的作品。往后的17年间，这个网站上的漫画就每天更新，从不间断。网站的名字 Explosum 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含义，它只是 Rob 以前顺手注册的域名而已。4人组觉得顺口，就沿用了下来。而欢乐情话物这个标题呢，则是出自 Chris 以前的一条老漫画。来口棉花糖吗？这是啥做的？情话物和欢乐，欢乐，我操，给我来4个！最开始4人组的段子和画工都还很稚嫩，网站也没有任何的收入，但他们却凭兴趣坚持了下来。随着日复一日的更新，欢乐情话物的质量有了肉眼可见的提高，它愈发有毒，也愈发欢乐。到了1年之后 ，Explosum.net 的日均流量已经达到了2万人以上。抛开漫画的质量不谈，情话物独特的4人模式绝对是它成功的关键。对于单体作者来说，质量和更新频率之间永远存在着取舍，但是情话物人多力量大，他们从不断更，粉丝粘性一直都很高。It's half how good it is, and the other half is how often you do it. Because like a few years ago, we stopped making comics for 2 weeks, and our traffic dropped about like 2/3. It was insane. 在此之上呢，这支年轻团队还做了不少的聪明事。2006年，他们在网站里内置了转载工具，网友可以直接把 Explosum.net 服务器上的漫画贴到脸书、MySpace 和其他的网站上。这种鼓励分享的设计，如今无处不在。但在16年前，文创作品很少会有免费分享的意识。正巧情话秀每集的漫画之间呢，又没有连续的剧情。开启转载功能之后那几周呢 ，Explosum 的日均访客就从2万一路狂飙到30万。欢乐情话物也一举成为西方年轻人人人都看过的网漫。由于 Explosum.net 的几位主创是网友，所以从一开始呢，团队的所有业务就全在线上。直到2007年的圣地亚哥漫展，几个人才第一次在线下碰头。而随着业务越做越大，爱尔兰的 Dave 决定搬到美国生活，他就申请了美国的 OEB 杰出人才签证，结果遭到拒签。而当 Dave 把这段遭遇发上网之后，有高达15.5万个粉丝愿意为他请愿，要求美国政府发他签证。最后移民局还真的推翻了他们的决定，在2010年呢放了 Dave 入境。同年 Explosum 的日均访客就突破了100万。他们还和大出版社合作，出了2本漫画合集。顺风顺水的4人组跑遍了各地的漫展，和粉丝签名合照，爱好变成了事业。年轻成名的他们呢，自然也是意气风发，十分快活。又有谁能想到之后他们几个会反目成仇呢？
我们开头提到 Explosm 的领袖 Rob 一直都想做动画，他早在2007年就独立完成了第一条氰化物的短片，不要看路牌。shit! How much do you love noodles? This much. And 2009年 Explosm 开设了 YouTube 频道，专门上传动画短片。这个频道相当的成功，几年间获得了数百万的订阅。但动画制作毕竟远比漫画要繁复枯燥，新业务呢也大大增加了 Explosm 团队的工作量。创始人当中资格第2老的 Matt Melvin， 此时呢就始终都对动画制作兴趣欠缺，他也不积极的参与制作。这就让团员间的关系有了裂痕。到了2013年底，氰化物团队公开了一个重大的计划，他们将在 Kickstarter 上众筹25万美金，以制作一整季的网络动画。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氰化欢乐秀。其实呢，此前有数家电视台都有意投资这个项目，但由于氰化物风格重口，团队又不愿意在内容上做出让步，最终他们就决定自己上网找投资。Okay, we don't really need TV aspects. We can just put our show online directly and just remove that barrier between us and our viewers. We're going to be writers. We're going to be pre-producing all the content, making storyboards, and voice acting ourselves. 氰化物团队会继续发扬分享精神，把动画免费发上 YouTube， 到时呢，谁都可以拷贝、编辑和分享这部作品。依靠氰化物良好的观众缘，当时呢，欢乐秀就筹到了3倍于目标的77万美金，刷新了 Kickstarter 上所有的动画众筹记录。为了感谢粉丝呢，氰化物团队就承诺每周发布一条新的动画短片，这呢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而正当粉丝们对欢乐秀翘首以待时，联合主创 Matt Melvin 却发文说自己已经退出公司，不会再参加氰化秀的制作。Matt 的留言里带着难以遮掩的愤怒，上星期我们还在一起签周边，一转眼我就被他们踢走了。他还说自己和另外3名主创再也不是朋友，也绝对不会原谅他们。而 Explosm 剩下的3人则发出了一段礼貌而暗藏讥讽的长文，他们回顾了过去10年美好的日子，然后话锋一转，对 Matt 的脱队做出了解释。文章说，氰化欢乐秀是一场近乎不可能又必须打赢的战斗。现在 Rob 主管动画设计， Chris 主管配音， Dave 做美术设计，3人都在全身心的制作动画。而 Matt 近年来呢，却极少参与动画制作，他的漫画产量也十分的低。他离职的交接一切顺利，氰化秀的进程不会受到这件事的影响。而在拆伙风波之后呢，氰化欢乐秀成功在2014年的11月12日上线。这部动画叫好叫座，后来在机构的支持下又做了3季。同样也是在2014年 ，Explosm 又上线了自动漫画生成器。这个工具顾名思义，可以随机组合出数千万种的漫画组合。上线之后大受好评，氰化物团队又以它为蓝本，回到 Kickstarter 众筹了名叫 Joking Hazard 的纸牌桌游，并再次打破纪录，筹到320万元美金的巨款。这一款桌游推出之后呢，至今依然相当的流行。虽然捷报连连，氰化秀却依然缺钱。为了提高更新的频率，氰化秀的动画团队呢，这些年从3个人壮大到了20多人。而在2017年 ，YouTube 上的恶性引流事件引发了大量广告商的抗议。自那以后，平台的获利机制日趋严格，创作者的收益整体下降。而以地域笑话为主要卖点的氰化秀，首当其冲的受到了新规的波及。所谓的黄标，让氰化秀大部分的短片和视频失去收益，团队也只能重新寻找变现的途径。为了维持更新，他们只能来到著名的 Patreon 平台上寻求粉丝的资助。讲到这里呢，我们必须得提一嘴出格字幕组。出格君这些年一直在无偿制作氰化秀的中文字幕，翻译水平过硬。没有他的话，不会有这么多观众知道氰化秀，我也就不会制作这些视频。2018年，氰化秀的团队向粉丝求救时呢，出格君在 B 站上筹到了5万多人民币，捐给 Explosm。氰化秀呢，则在动画里用一整版的画面向他和中国的粉丝们表示感谢。从那以后，氰化秀的战斗还在继续。他们2020年又出了一款名叫 Trial by Trolley 的桌游，去年呢发布了名叫末日通行证，也是一款评价不太好的电子游戏。他们的动画频道还在频频更新，连载多年的网漫也仍在继续。氰化秀的创业史十分的励志，几个小伙子白手起家，在粉丝的助力下步步为营，做出全球知名的 IP，17年来屹立不倒。但这段故事也很现实，17年过去，小伙子成了叔叔，老友记也会翻脸。当年 Matt Melvin 被伙伴赶走的时候，在网上说过一句话：当他不再是一群朋友一起画画，而成了一场生意的时候，一切都变了。